听说很多观众都对今年的 OP 印象感到了不适，想来问题主要出在了迟来的节目标题以及与副歌节奏格格不入的结尾画面。但如果我说这恰恰是理解本作世界观的关键所在，相信吗？如果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招品屋对假面骑士 Z OP 印象的全方位解读。在睡回笼觉以前，容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本次主题曲 Visions 的创作背景。正如我过往视频所述， Z 被定位为面向全球的假面骑士1号，因此其节目选题方向、美式英雄造型设计、剧中较之过往更高频的英语使用，乃至挑选在海外打响的知名度的演员出演，均是万代东映为迎合国际市场所做出的调整。而邀请泽野弘之这位声名远扬的作曲家负责节目主题曲制作，同样基于上述战略方针。我们不可否认，泽野今年的作品确实存在质量下滑、风格固化等问题，但恰恰是这种极高的辨识度，让他的作品能瞬间被全球观众指认，这也是其无可替代的价值。以我自身为例，几年前初看某部日剧时，就觉其配乐泽野味巨浓，事后一查，他果然出自泽野之手，进而让身为演员粉加巨人粉的我对这档节目有了更高的关注度。且毋庸置疑的是，泽野弘之为假面骑士作曲这件事所带来的破圈效应与话题度，同样是启用其他音乐人所无法比拟的。对啊，本次为主题曲作词的并非藤林圣子，而是巨人粉都相当熟悉的 Benjamin 以及 Cannon。演唱部分则由泽野自家团队 Nakudo Band 的成员 Hanukaze 和 Yunoa 负责。鉴于这两位的海外背景，由他们来诠释 Visions 近半的英文歌词，可谓是双向奔赴。但与此同时，部分日本家长反映，自家孩子认为 OP 太难唱了。实际上，我也看到不少大友对此深表同感。那不知道在座各位是怎么想的呢？很难唱，我顶多会哼他的调子。他那个日英混杂的歌词还有袜谱的部分，好劝退人啊！我感觉他未来也不会进入我的歌单，但听感方面应该还 OK 吧？话听还可以吧，还行。我觉得中规中矩呗，公式啊，太公式了。我也觉得公式，一说公式基本上都知道什么意思了。我只能说不如以前水平的一根。看他那个独角兽，不是你拿他巅峰来比，太抽象了吧？这个主题你掏出 Visions 能把路人唬住，那我觉得可以。他每次结尾的时候播出来有感觉，我觉得。对，所以我上期视频才说，即便今年去掉 OP 也是完全 OK 的，每集多个1分来钟来讲故事，肯定更利好观众的嘛。可惜不能。说来也巧，这期视频发布前 Visions 的完整版也正式解禁了。但就我个人听下来，歌曲后半部分无论是在演唱、歌词还是配乐上都显得有些平淡，缺乏让我耳朵怀孕的东西，所以不免有点失望。那不知道各位听完又是作何感想呢？欢迎分享出来与我们探讨一番。OK， 接下来咱们就正式进入这期的主题吧。本次印象开幕，我认为是采用了某人或某物落水的主观视角，随之下沉，各色颜料在湍流中晕染交融，最终汇聚成Z的标识，整体给我一种如梦似幻的感觉。只因水泡能让我联想到梦幻泡影。对，紧接着万金末秒睡，在梦里他成为了特工 Seven。这里各位要注意一下，飘过了英文其实都是 Seven 已经出了或是即将出的任务，这个可以变吧？留白了很多地方可以拿来剪。接下来这段我们可以理解成是莫从梦境中坠落回到了现实，而所谓的坠落即是在梦中，如果身体感受到一种突然的剧烈的失重感，这种强烈的物理信号会覆盖梦境，让人惊醒，进而回到上层梦境或是回归现实。可这终归不是盗梦空间，各位存当我在过度解读就好。到了主角团看电影这一幕，各位该注意到的是，林梦并没有与其他人处在同一空间，他所登场的位置实则也可以解读成是莫的心里，感觉就几层代码印在他们身上。对，林梦在衣服上面是不是也能理解成是被植入的感觉呢？对啊，就不禁让我怀疑起林梦来自这个世界的真实性了。对对对，以防有观众没看过往期视频，我这里简单总结一下招品屋先前的推论，即剧中的现实并不等于现实世界，林梦也并不存在于现实中，而是被梦主们投射了理想、欲望和幻想的 AI 虚拟偶像。这个我们在第4集也是能够找到旁证的，即新娘对林梦说的那句被世界第一可爱的林梦酱这么说，简直像做梦一样。明明美与丑、可爱与否是每个人的主观判断，但新娘这个世界第一可爱的观点是否过于绝对了呢？对的，就好比你们听闻隔壁有个支持率5000%的首相，难道不会觉得很离谱吗？对。还有就是人们都不会对林梦出现在自己的梦中以及满大街林梦的广告和宣传海报感到奇怪，有点太夸张了。底层代码是这样的。对啊。关于林梦的部分，我还有个可能会颠覆这套推论的猜测，等后面再续了。感兴趣的话，请耐心看完。我们先绕回这个镜头，除了林梦，各位还应该注意到的是，美浪并没有跟其他3人坐在一起。对，你们和亲戚朋友看电影还是包场的情况下，会坐前后排
排吗？就不符合常理，好吧？这里我没有排除他是因为拍摄方便把所有人收在镜头里，但如果他不是为了这一点，我就会去联想美浪跟他们不在一个层级。对，美浪一直都比较独角戏，其他人是不会去注意到美浪的互动的。再结合我们先前在他身上找到的和猫相关的线索，以及衍生剧特工美浪的剧情来看，我们确实不能忽视美浪这个角色的特殊性。关于这点也是等后面再续了。而在进入下一幕以前，容我先打个岔。如果各位周末看完三大特色后，仍想听下招品屋的独到解析，欢迎加入本频道会员，收看我们周日晚7点半前后的直播。也请大家尽可能为本视频点赞，你们的正面反馈支持是我更新视频版解析的原动力，爱你们。下一幕，莫掏出玫瑰花的镜头没什么好扯的，关键是画面转场后，玫瑰花渐变为几个灵梦，受到了子弹或者说爆炸的冲击而散开，后面2个手捧着花的感觉。对，我倾向于这是灵梦自己的手，然后这里灵梦就被用来代指花了嘛。不过相较于玫瑰花，你们觉得这更像是什么花？直算了，彼岸花、曼珠沙华，因为后面也出现了彼岸花的镜头。是，接下来洛克斯这个镜头你们是怎么看的？这里就是打光比较有意思嘛。如果单看左边，我会认为这是想表达洛克斯意图让梦魇侵蚀他人的梦境。如果单看右边，我注意到了本该照亮他眼睛的白光被他的刘海所挡住，拒绝了与观众进行眼神交流。即便后面打光和背景反转了，我们还是看不到他的眼睛，进而让我解读出了他让梦魇侵蚀他人梦境的真实意图以及立场皆不明等信息。紧接着下一个镜头就很关键了。首先各位要注意到后面的那幅油画，一个天使坠落凡间。这个我在第一期视频有分享过，它可能有什么讲究，这里就不赘述了。然后是莫打开心灵之门的部分，各位是怎么理解的？它们加起来像是什么符号？符号，加载中的符号嘛。对，正在加载中。对，这种符号是计算机时代的产物，跟 AI 计算机系统什么的又扯上了关系。明白了这点以后，梦中的场景跳切，我们换个思路，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是类似于电脑切换桌面背景之类的了？也不是不行。而且切换的场景好像就有在作战室窗外出现过。对。当然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次的标题终于出现了。才加载出来是吧？对，然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从莫掏出玫瑰花的画面开始到这里为止，不就是第1集前半段的情节吗？对。估计上古内是想利用这段讲述一个莫因剧中的奇遇成为了假面骑士戒指的故事吧。关于标题过后衔接的画面，官网描述其原理为将摄像机捕捉的画面实时投影到墙壁上，形成一种无限反射的镜像长廊效果。至于这段究竟想表达什么，我模拟一个场景，各位就很好理解了。摩恩的梦境被梦魇所侵蚀，他的心灵之门开启过后，噩梦反馈到了现实。对此，现实中的3人不知所措，莫则穿梭于现实与梦境找寻线索中，可惜他晚了一步，梦主的心灵之门被全部开启，梦魇夺走其肉身来到了现实，因此莫才看向了现实的方向。而这之后接的2个镜头可能是想表达莫要回到现实中变身，诺克斯释放蝴蝶影响现实，对应第3集铁野被梦魇侵蚀后的情节，包括下一段这次跟母团黑雾在战斗同理，这团黑雾就代指梦魇嘛。而十分有趣的是，他最后对拳的是黑影的自己心魔，战胜自己的心魔，或者说这只本质上就是梦魇之类的东西吧，我也不清楚。下一段各位有发现作战室里多了什么东西吗？锁链的，对，锁链一般会出现在哪里？梦主生成内心世界的外部，作战室就是莫的生成内心世界嘛。而且莫第3集任务失败之后，整个世界直接被黑雾吞掉了。是啊，然后镜头摇过来 ，Zero 只是在看着。OMO， 而且打光也跟证据不一样，是冷色的光，对，感觉不像好人是吧？对啊。当然，这就跟上期我们聊到诺克斯洗白的问题一样，现阶段各位真的不能纯粹以好人或者坏人去定义 Zero。目前只能说是各有各的立场。对，确实。说白了，还是屁股决定脑袋。如果现实世界真的已经毁了或者什么的，让人们忘记一切，活在虚构的现实中，兴许才是幸福呢。因此 Zero 才需要莫这样的人去维系虚构的现实。确实。然后下一画面如果和上一段是连贯叙事，那这张眼睛我倾向于是 Zero 的。各位觉得这像是什么的眼睛？直观的话还是猫眼吧。对，再结合先前剧中给出的诸多外星人暗示，以及作战室里出现的黑猫来判断 Zero 的真实身份可能是猫型外星人。而且各位感兴趣可以事后搜索一下，无论从文化、迷信、心理学乃至生物学维度，黑猫与夜晚、月亮都存在着紧密的关联。OK， 然后下一个画面，我认为是在表达诺克斯想要让梦魇侵蚀他人的梦境。只因第2集梦魇就是从这扇门跑出来的。至于灵梦站在了心灵之门外，我倾向于是想表达他在维系梦主生成内心世界以外的梦境，或者说他无法触及梦主生成内心世界等含义吧。然后下一个镜头就特别有意思了，通过梦的妆造以及他们所在的场景断定有梦啊。是啊，各位理解了这点过后，个别角色的表情
情就可以进一步解读了。南野成华对梦魇作祟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故而在面临自身巨大化以及梦中规则的束缚时，表现出了强烈的震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梦魇作祟深信不疑的富士见铁野。铁野这里的表情就像在告诉我，他已迅速融入了新的世界观，并接受了梦境世界的设定，包括他与成华一前一后的位置也侧面说明了这点。而事实上，只有铁野这种人设的警察才会立即相信墨的说辞，并最终决定成为梦境特工的元首。且该说不说，铁野在本土人气貌似还挺高的，当然这其中也少不了成华的推波助澜就是了。只能说刑侦剧的黄金公式，无论放到哪里都会吃香，好吧？可以。到了罗克斯这里，我的理解是他早已对他人的梦境司空见惯，因而才会面无表情。然后关于灵梦的部分，各位有发现什么问题吗？这个画面里唯独只有内姆是从大厦的背后窜出来的。不仅如此，整首 OP 唯独只有在梦境中，灵梦才与其他主要角色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同框。对，至于我想表达什么，前面已说过，就不复读了。最后到了美浪这里，你们觉得他这个表情有什么说法？我看就是他好像在憋着什么东西一样。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他想要隐藏什么秘密，对，而这个秘密本身或许就牵扯到美浪有别于其他角色的特性了。再结合前面对电影院那段的分析，我和部分嘉宾其实得出了一个比较离谱的结论，即墨因为想要帮助他人，遭受了失去自己妹妹的厄运。也就是说，现在的妹妹已经不是原先的妹妹，可能是类似于阿玛迷那样的存在。至于猫项链，则有可能是妹妹本尊的遗物。而我在此基础上又想到了个再离谱一些的脑洞，即墨在现实世界曾经为了帮助别人，间接害死了自己的妹妹。悲痛欲绝的他，为了逃避现实，通过潜意识或是梦想成真的方式，让死去的妹妹在现实里复活了。会不会那边也是梦魇？外传里出现的那只柴郡猫嘛，有可能啊。噩梦梦魇对人来说，也许是有陪伴属性的，可能他是陪着墨的梦魇。对，我们都猜他是墨的潜意识，或是梦想成真的产物了。他的真身是梦魇，或是虚构世界中的 NPC， 也并不奇怪。是的，行使的是保护者功能嘛，提醒墨不要把梦境带入到现实，以免遭受厄运。不过真这样发展的话，会不会有点过头了？也不是不行啊，用得好的话为什么不做？你这条线写得好，是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刀点来玩的，也是可以的。但现在也只是拍的阶段。但是你说我们是鬼扯吗？剧里又有东西喽。不是，我主要是觉得真主这种路子的话，世界是假的，女主是假的，妹妹也是假的，那到底什么才是真的？我们已经旁证墨有可能是外星人，那他身边再多几个不正常的人，反而才正常是吧？是，大家都唔正常啊。行，那我干脆把往期视频没聊到的旁证给一并讲完咯。好，众所周知，墨以往总是在准备帮人或者帮完人后便会立刻遭受厄运，但在第二集他帮美浪拿包的情节却打破了这个定律，事后又踩到狗屎，在我看来更像是他为了说服自己和妹妹，厄运已经应验而为之。更何况对比以往动辄受伤甚至致命的厄运，踩狗屎根本不值一提，好吧？是啊。那如果踩狗屎不能被称之为厄运，是否意味着墨帮助妹妹并不会遭受厄运呢？此外，在衍生剧里，尽管美浪的梦境已被梦魇侵蚀，墨却并未如常乱入其中。若是从前，我们尚可将其归因为衍生剧与正剧设定存在差异，然而随着第6集两者实现正式联动，这个理由已站不住脚。那么妹妹身上究竟藏了什么秘密，才使得帮人定律失效，以及正剧衍生剧设定冲突的呢？而我们先前提出的妹妹是梦魇或者 NPC 的假说，正是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不过现阶段旁证实在太少了，我们随时都会被打脸，即便最后揭示她只是一个普通人，也完全有可能。但具体是怎样，还是那句往后看好吧。下一个镜头各位是怎么理解的？我很像是时间段的变化。这4个画面刷刷刷出来，我一感觉就好像 AI 作图。我觉得就是 AI， 都有可能吧。不过我会从每个画面的差异去切入，其中我们最该注意到的是雪月对彼岸花的影响。P1 由于雪月被树给遮挡，画面中的彼岸花并没有受到影响。可自从 P2 被雪月照射过后，彼岸花就逐渐开始发光了。前面我们也聊到了，这个镜头里可能是想用灵梦来代指彼岸花，而灵梦又是梦境的象征，包括彼岸花本就与生死、冥界或者说是异界相关联，其花叶永不相见的特性也能与现实和梦沾上边，因此我会将画面中出现的彼岸花视作每一个人的梦。通常情况下，现实中的人们都会正常做梦，做好梦，可在被雪月照射到，也就是遭梦魇入侵过后，梦主的梦境便会受到侵蚀，反映在画面中就是彼岸花上的不真实性越来越大，既慢慢开始发光了，直到梦主的心灵之门被全部开启，彼岸花变成了批次的状态。在下一个镜头就纯粹用于戒指形态展示了。如果说真的有需要聊一下的地方，估计就是紫色形态会时小时大，以及节目组可能还会往这个镜头上塞强化形态了吧。对。至于戒指骑摩托的部分，同样无需解读，假面骑士就得骑摩托嘛，这整段镜头后续都可能会被替换，或是往里塞新东西，只等日后验证了。不过中间穿插的2个梦胶囊镜头也是值得解读一番的，所以说这可能只是为了展示玩具。但如果非要猜上古内为何选择了这种方式，
我倾向于是他联想到了先前提到过的梦幻泡影这个概念。而要想在不加特效的情况下让梦胶囊如梦幻泡影般漂浮起来，也只能将其浸入水中了吧。是。紧接着重头戏来了哈，各位初看这段时是不是觉得很莫名其妙，甚至有点水？对呀、可如果结合上我们前面对这个镜头的分析，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里的画面背景很可能是想表达梦境加载不出来的状态，类似于网络连接出现高延迟，就网卡了，兄弟，卡了。我蛮有这个想法，一般拍环形屏的话不会拍到天花板，但是这只是反着来的 ，PV 也好 ，OP 也好，都会故意暴露这是一个环形屏，给你一个舞台感，就是为了让观众意识到这是虚构的、不现实的嘛。这么说又跟我们之前聊的对上了，而且它头顶上那个圈呢，真的很像一个飞碟。我们假设最顶那一个有飞碟的感觉，中间这个圈是不是放光柱那个传送门，就是飞碟里走下来的外星人。这个广告确实像外星人，而且外星人这个说法真的从一开始不断的在提，现在旁证啊越来越多了嘛。我们现在往下看，莫解除变身击毙了目前看来象征着梦魇的蝴蝶，随即画面开始快速切换，这部分容我先念一下官网给出的注释哈。而在最后莫即将醒来的瞬间，那段超速闪过的黑白影像，这部分内容每集都会变化，请务必睁大双眼，提升动态视力，仔细观看哦。实际上这些影像都是本集的剧情截图，但如果结合 OP 播出的位置来看，莫在尚未亲身经历这些事件时就梦见了未来的情景，不禁会让我猜测这是否为一个预知梦，或者在他醒来以前这些事情便已发生。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一切都只是他的一场梦，这也刚好印证了我们的推论嘛。另外各位有注意到吗？莫的房间泛着红光，如果我们假设红光笼罩之处才代表现实世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莫此时此刻才真正意义上醒了过来呢？是。当然我会这么想，也是因为在黑客帝国中服下红色药丸即意味着面对现实，包括电影里的现实世界西安的主色调也是红色，这个各位可能看过往期视频才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扯到黑客帝国。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上期视频中分享过，第3集副音轨上湖内在这一幕问了句诺克斯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们这次就不以他是站在哪一边这种与立场相关的角度切入，而是纯粹从在哪里这一点出发。若诺克斯本就身处梦境之中，上湖内提出这个问题无异于脱开裤子放屁。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设想下与之完全相反的答案。另外我在 Wishes 的 MV 里也发现了两位主唱的穿搭分别是一红一蓝，即是说他们是有意通过这两种颜色来区分些什么的。如果顺着这两点去解读，前面这个镜头或许就只是想表达现实与梦境的对立了。既然作为梦境代表了林梦身处蓝色背景之下，身处红色背景之下的诺克斯不就应是现实的代表了吗？那么我们不妨大胆假设一下，外星人坐着红色残缺月球形状的宇宙船来到了地球，然后隐藏或者破坏了正常的月球，取而代之，再用某种方式把人类全部捕获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实可能是人类被催眠后的梦境。那你的说法是因为宇宙船的关系，现实世界才会泛着红光咯？当然各位将红与蓝两种颜色当做噩梦与好梦的对立也完全没问题，只不过这样去理解的话 OP 里自相矛盾的地方反而变多了，所以具体是怎样还是得往后看才行。我们接着看下一个镜头， OP 开头出现的标识破碎再次出现，给我的感觉就像是装作梦蝶，再结合刚刚的画面来解读，也就是随着莫真正意义上醒了过来，这次才在梦境中睡了过去。既然说到这了，我想再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对莫的特殊性的最新理解。有了之 bug 的 bug 除了源自石梦莫，或许还是另一个词的谐音，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bug。 假设在现实中每个人都得活在自己既定的人设里，莫随到的是废宅人设，他就不能去帮人，一旦违反规则就会遭到制裁。拿他第1集想要救小女孩那段举例子，小女孩要被拐走了，她本应就该被拐走的，或者说她被拐走了还是会有人去救她，但救她这个人绝不会是身为废宅的莫。越界了是吧？莫的动作改变了这一点，那对这个程序来说他就是那个 bug， 所以就抢了台车之状呢。对，现实在用一些不符合常理的手段去制裁或者说删掉这个 bug， 但是他很耐烧，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我就让你变成我的助手。对啊，那莫为何能做出违背自身人设的行为呢？我们固然可以简单的用他会做明星梦去解释，但如果想深一层，根源或许在于他曾经梦想成真过一次，即前面提到和妹妹相关的部分，进而让他拥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识，甚至改变现实法则的能力。亦或者说他会做明星梦与莫的身世有关，也就是我们最开始怀疑的莫是外星人与人类生的孩子这点了。与其相关的论据往期视频有给过，若屏幕前还有没看过的观众不妨事后去补一下。
OK， 关于梦的部分先到此为止，等后续有更多旁证或者说实锤过后，我们再续也不迟。视频最后，请容我为前面某个聊了一半的话题说个尾。基于我们先前的推测，即所谓的现实也是一场梦境这点，再往下想，既然是梦境，是不是就该存在一个梦主？对啊。那问题来了，你们猜这个梦主最有可能是谁？万金木吗？不是。哦，对了嘛，如果说林梦是现实的梦主，他是世界第一的偶像，现实里都是他的广告和海报，全部人都能梦到他。是啊，这一切的疑点就都能解释得通了。OK 啊，正走这种路子，林梦他就不是什么 AI， 而是存在实体的活生生的人了。那如果沿着这条线推下去，诺克斯现在的行为有可能是摧毁你梦这个梦境，还有你梦醒过来，都是有可能的。但我们猜的东西太多，被打脸的概率也成倍增长了呀。就当猜错了呗，猜错也只是看剧而已嘛，有什么问题？行，那么以上就是招品屋对于这支 OP 印象的全部解读了。但愿我们的头脑风暴让各位听了个乐之余，也能引发些许不一样的思考。这或许才是我坚持产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视频的意义所在。祝好梦，拜拜，谢谢各位。